经过了多次的 preview、多次的预览之后，现在大家终于能够在我的 YouTube 频道看到 Proton E-Mark 7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截至目前 ，Proton E-Mark 7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最畅销的电动车车型。所以现在这个 Proton E-Mark 7是从109,800块到123,800块。分为49 kWh 跟60 kWh 的 LFP 磷酸铁锂电池，它基于吉利集团的 GEA 平台，然后它的续航里程分别是345公里跟410公里 WLTP。所以等一下我在试驾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那值得一提的是 ，GEA 虽然是原生纯电平台，但支持 PHEV 扩展，我称它为电改油平台。像吉利银河 L7 就在同样的平台搭载了 1.5L 的引擎和 18.7 kWh 的电池，所以未来会有可能出现 Proton E-Mark 7 PHEV。那 E-Mark 7的轴距是2750个 mm， 属于 C segment SUV。那 CR-V 跟 CX-5 都是2700个 mm， 比它短了50个 mm。但注意啊，虽然都是 C segment SUV， 但 E-Mark 从前轮中心到车头最前端的距离非常短，也就是 short overhang 短前悬。所以 segment 这个概念啊，我们需要重新再去理解它。因为电池平铺在车底，少了油箱和排气管，所以它做得到纯平的地台，整个空间运用会比较好。那至于后车厢空间啊，轴距长的优势让 E-Mark 的纵深更大，但也因为地台比较高，车顶又不能够做太高，所以它的后车厢空间不见得会大过一些燃油的 C segment SUV。但好在地板底下还有一个非常深的储物空间，可以给你去放很多东西。大家好，欢迎收看 Proton E-Mark 7的一个正式的试驾影片。因为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其实介绍了非常多次，从一开始试驾左舵版本的吉利银河 E5， 就是中国媒体朋友们从贵州贵阳开下来马来西亚的那个影片，然后接着我再到了 Proton 的试车场里面去拿这个Proton E-Mark 7跟 BYD Atto 3做一个 back to back 的1对1的测试对比，然后之后我再拍了一集有这个 camouflage， 就是有伪装车图片的，能够得到的信息比较少，所以今天啊，我就正式跟 Proton 取车出来，用我自己的节奏 ，OK， 根据我自己的方式来分析一下，然后来体验一下这台 Proton E-Mark 7。因为这么巧，在我刚取车的时候 ，Proton 就正式对外宣布说，截至目前 Proton E-Mark 7已经收到了超过5500张订单，并且成功交付了超过1800台。也就是说，从2025年1月份开始 ，Proton E-Mark 7就成为了全马来西亚最好卖、最畅销的电动车型 No.1， 遥遥领先。它已经把那一些已经在马来西亚市场经营了1-2年、2-3年的电动车品牌给挤下去。Which is 虽然 Proton 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国产品牌，可是 Proton 新成立的这个新能源事务部，才刚开始不久，他们一开始是推出这个 Smart #1 跟 #3， 所以这个Proton E-Mark 7啊，它是 E-Mark 系列里面的第一台车子，也就是说 Proton 刚刚进入这个 market 玩电动车，它就已经是一鸣惊人，整个势头是势如破竹，棒这样子。当然，这个跟它这个非常亲民的售价有关系。其实，在它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是很难出错的一个产品来的，因为它是吉利集团。大家知道，我每次讲吉利集团现在是好像 Thanos 这样啊，它有萨诺斯，有几颗无限宝石手套，所以它用全部无限宝石去打造出像极客这样子的品牌。哇，极客009，然后它手上又有 Volvo 啦，它又有 Lotus 啦。你看啊，萨诺斯的5颗无限宝石，即便你随便抽一颗出来了，
你抽一个灵魂宝石也好，你抽一个时间宝石也好，它一颗宝石都能够拍3部 Marvel 的电影呀，所以我觉得吉利银河，那这个东西呢，它在中国叫吉利银河E5 Geely Galaxy E5， 但是它出海的版本就去掉了 Galaxy， 因为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 Galaxy 嘛，所以它在其他我们周边国家的市场，它是叫 Geely EX5。是的，就是 Honda EX5 嘎仔的那个 EX5 啦。轻轻点我的加速踏板，一如既往的快，一如既往的 smooth， 一如既往的安静。那在这个价位我觉得 Proton E Mark 7它最了不起，我觉得它最值得推荐，它最值得考虑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安静，即便它没有用双层玻璃 acoustic glass， 我记得我上一次跟这个EMAS 的工程师聊天，他跟我说，我问他为什么你们不用 acoustic glass，of course 我们都知道跟成本有关系了吧，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说矮个子的人才要穿高跟鞋，意思是说他们底气够足他只要他的车够安静，他不需要靠这个双层玻璃来去降低风噪声，确实它没有车大炮 ，OK， 它真的没有很大的风声，而且这个吉利银河E5或者说 Proton E Mark 7，它主打的是12-in-1 12合一的高度集成电机。那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我管你是3合1咖啡、4合1、5合1、6合1、7合1、8合1、9合1 ，it doesn't matter， 重点是你的 outcome 是什么，你的这个final product 是怎样，所以我觉得12合1至少作为一个驾驶者，我能够享受到的就是它是一个更加 compact， 因为有时候一些电动车你加速的时候它会有那个 magnet 的声音Yes， 一开始你很爽，你觉得自己开宇宙飞船，可是你驾了1天、2天、3天、4天，你觉得我可以不要那个声音吗？有一点那个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至少它没有 ，right？So 关于驾驶的，其实我之前的 video 讲了非常多次了。总体来讲，这个车子我觉得它在过滤路面震动噪音是还有蛮大的一个升级空间。首先就是轮胎噪音潮是所有电动车的一个特点，因为你没有引擎，没有变速箱，没有 CVT， 没有 DCT， 没有一大堆东西去综合掉那个声音的 sound wave所以就变成轮胎噪音会直接很明显的突出，尤其如果你用的轮胎又不是一个静音轮胎，你卖一个109千到123千，我不 expect 你给我那一种很高级的静音轮胎啦，你可以有自己的 budget 去换一个更适合你的轮胎。当然我个人是推荐 Bridgestone 的图兰扎 EV 轮胎，那个是我自己的2台车子都在用着那个 Bridgestone 的轮胎，因为它有 Enlighten 技术，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同时又能够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 的一款轮胎。OK， 所以回到这个 Proton E Mark 7它真的是有时候销量可以代表很多事情 ，right？ 就是销量好代表什么？代表它可能定价对，配套好。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的市场已经形成一个局面不是说你卖的便宜大碗你就能够卖，因为消费者太多选择了，他不是看你一家而已。他今天他要吃一个云吞面，他走进去一个小贩中心，里面有7、8家云吞面，有的人的云吞比较大，因为有的人的云吞面里面有叉烧 ，right？ 有的人的云吞面可能有虾的，有老虎虾的，有的人的云吞面有龙虾的 ，right？ 可是我觉得总体来讲，他还是看怎样去经营，怎样去售后服务。就像我刚才又跟Proton确认了一下，他们说现在目前当然是 Pronet 就有超过30间的这个 dealership。Of course, Pronet under Proton 在全马有超过100家的 3S 或者是 4S 中心，可是 Proton 未必有卖 Pronet 的车型，包括 EMAS， 包括 Smart #1 #3， 但它确实是成为消费者要购买一台电动车之前，首先会考量的就是我家里附近有没有人我可以 reach 到你可以 WhatsApp， 你可以打电话，有时候你忙长起来你想要直接找到那个人，你想要直接缠上去他的 showroom， 直接缠进去他的那个 workshop 里面解决你的问题 face to face。
Pronet Proton 叫它是一个 First National EV。National EV 呢这个词这个 title 是一个广受争议的一个叫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我手上抓着的方向盘这一台车子，它是从中国的贵州贵阳 CBO 整通进口到马来西亚，未来接下来它会在马来西亚组装，但目前不是 ，right？ 然后因为 Proton 在中国浙江吉利集团里面是有一个办公室，所以他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co-develop， 由 Proton 跟吉利的工程师一起讨论要怎么样去做它。But it doesn't matter， 不管它到底 Proton 参与了 5%， 参与了 10%， 但是对普罗大众来讲，我要买一台电动车，我想要支持 Proton， 而不是我没有听过的中国品牌，我跟他没有情感连接的 ，OK？ 我的阿公叫 Proton Saga， 我的爸爸叫 Proton Vira， 我的亲戚叫 Proton Wajah， 最近有人叫 Proton Persona， 有人叫 Proton X50、X70、X90， 你很满意你的 salesperson， 所以设备的话，我觉得它是压倒性的。你买到低配的6个 speakers， 高配的1000 W 16个 speakers， 还有这个可以叫推特吗？它有点像我家的那个 Harman Kardon 的那个 portable speaker 这样子，2粒这样子，然后它是采用 Flyme Sound。这个 Flyme 它其实是一个 Flyme OS， 就是中国一个叫魅族的手机品牌 MEIZU。那这个魅族品牌它是在2015年是它的巅峰期，它那个时候的中国手机市场份额是仅次于华为、小米、Volvo 不啦。OPPO 跟那个叫什么了 ？OPPO 跟 vivo 不啦，所以在2015年是魅族这个品牌的一个巅峰。当然，它后期的发展都这样子啦。然后在2022年左右，它就被吉利集团收购，所以现在这个魅族手机品牌它是 under 吉利集团 part of 的无线宝石当中一个小小颗的宝石，所以吉利集团也就用着这个基于 Android 的深度定制化的这个魅族的 Flyme OS 放在了它的吉利银河 E5， 也就是 Proton EMA 7的这个 OS， 然后 Proton 特别强调它是一个7纳米制成的芯片 chips， 然后它这个荧幕是一个15寸，而且是 2.5K。如果你的荧幕大，像素不清，会暴露你的缺点，但我觉得这个像素它的反应速度、处理能力等等，我觉得都是在这个价位你找不到了啦。然后我们讲回来，稍微点一点它的这个加速能力啦。说这个 EMA 7它有分为 6.9 秒的跟 7.1 秒的，然后极速是175 km/h 的这个top speed 啦。但是我们都知道，你买一台电动车，你不是要来追求在 highway 跑高速长途行驶，它是一个针对市区短途行驶的。OK， 你买一个产品，你接触一个 product， 你一定要先做好一点基本的功课。如果你是要在 highway 跑高速长途行驶的，你去买 X50 这个价钱啦，或者你买 X70 都好。然后你要从 JB 去 Penang， 你要从 Penang 去Kota Baru， 你要从 Penang 下来 KL 等等，不要 ，don't please don't。我知道可以，我知道充电桩很足够，fast charge 也好 ，normal 的 fast charge 也好都有，但是你不要拿工来做，不要自己拿来辛苦这样懂吗？不过我相信马来西亚现在很多车主都非常积极的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这个用后的体验，任何一个品牌的电动车车主。就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局面，不会像我早在1年半2年前跟大家推广电动车介绍的时候，底下那一些有些是你知道吗？就是纯粹来闹的，他也没有用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当大家都是电动车车主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有建设性而不是原地打转。你可以 whining about， 你知道吗？就是2只手叉腰。电动车很多问题了，不是未来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油车才是王道啦，油车万万岁。你可以，你就在那边不要动就好了 ，OK？ 但是你不要阻止要往前的人往前走 ，OK？ 就给他们往前走。所以，我今天没有 go for 太多 technical 的 part 它的 boot space 啦，这个那个你可以看回去各种的这些资料 feedback 等等。不过我要表达的是，我觉得Proton EMA 7它真的是大大的推动了马来西亚人对电动车的这个基础认识，至少你会去了解
什么叫11 kW 的 AC EMAS 2个版本给你11 kW 的 AC， 什么叫100 kW 的 DC， 20分钟充到 80%， 你可以透过一个产品去知道 ，right？ 你可以知道为什么 iPhone 的手机有 0.5x 是什么来的， 1x 是什么来的， 3x 是什么来的。Before that， 你只有一颗镜头，只有一个 standard 的 view， 现在你可以广角，现在你可以 telephoto zoom， 现在你可以有 bokeh， 所以我觉得科技产品可以推动大家的这个认知，大家的知识。它的缺点显而易见的，截至目前它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pple CarPlay is fine， 我的 Tesla 也没有，至少你的地图要，你知道吗？你的地图要基于我们熟知的Google Map。 再来第二个缺点就是悬挂调教有待加强啦。我不要说它太硬，或者是它太软，因为软硬这个东西，有些人喜欢软的，有些人喜欢硬的，有些人喜欢有时候软，有些人喜欢有时候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软硬每个人的尺那把尺不同啊，你知道吗？有些人是驾惯 Continental Car， 他驾惯 Volkswagen、Audi、BMW， 他觉得那个叫硬，但有些人觉得那个叫跳。对，有些人觉得那个叫软，有些人觉得那个叫 body roll， 有些人觉得很好啊，哪里会有 roll 1700多公斤的车重 ，OK 啊，可以 handle。这 sharing 准不准这个东西，每个人的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以这个趋势，即便 Proton 就以现在我们说109,800块到123,800块。Proton 可以从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到2026年1月的时候 ，Proton 跟你讲，啪，这个 Proton EMAS 7是马来西亚全年最畅销的电动车。当然，年尾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哦，只是 overall 来讲，我觉得，这对整个市场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反应这样子啦。所以我是大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And 3, 2, 1 cut。